另外一个很争议的话题哦，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加热烟这件事情啦。因为其实蛮多对朋友在问这件事情。那加热烟呢，现在看起来是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合法，对不对？没有合格，没有合格认可的加热烟。那在台湾加热烟基本上是合法，但没有合格，所以烟不能进。目前还没有合格的加热烟可以进口。因为我们在法里面大家讲，我们还要先强调大概烟品里面，在一般用的纸烟嘛，然后大家可以知道说用这种加热的方法大概有2种，一种是电子烟，一种就是加热烟。那加热烟基本上它那个柱芯基本上还是用烟草啊，每一家厂商利用不同的一个方式去做那个芯出来。而电子烟大部分不是用烟草做的。它是有很多烟油啦，很多的一些化学的物质来用，所以在那时候在讨论到最后的时候，烟害防治法在修订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电子烟算是违法，这是被赛，这违法，电子烟是违法，加热烟我们准，好，但是呢有附加一条，要经过健康评估。好，伊来送审啊，爱心渣的是啊啦，好，伊爱心渣啊，今嘛大概有6、7家厂商在送审中，但是还没有一家有通过。好，那据我所知的，很多人在抱怨，就是说我们审的好像太严格，好像审的太严格，这种声音也很多。那另外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民怨很大的，就是说我们在合法，可是民众不太了解。伊唔知伊讲的合法嘛，所以我得到国外，就人家送我或我自己去买，对，那写的是加热烟嘛，好，我就带回来了，带回来在海关被查到就没入了，因为东西是合法，但是还没有被核准，没有核准的品项。不准，有啊，这种常有嘛，这些物件，但是来经过合法，但没有一个是被核准的，因为上还在有疑问中，在做健康评估了，等于健康评估。因为这件事情啊，我听很多朋友都讲说，哇，这很慢，然后呢，到底要审查到什么时候？因为是连日本外务省、日本的官方单位都用他们的网页发出提醒。看起来他们也对于台湾这种做法不是很能认同，就觉得我们因为好像日本是最制作的最大宗，是不是？也没有美国的美商可能大，但是他就说你们都卡在海关，你们根本就是破坏了那个贸易的公平啊！因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 OK， 为什么台湾不可以？因为在100多个国家里面，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所谓的核准制。他们不需要做健康评估，只有我们要啊。我们大概只有我们跟美国要。那美国也过了吗？美国没有过。美国也在审没查中。美国也在审查中。美国很早有几个旧的品项过了，就是那种古威有贵啊，今嘛个行，今嘛现在送审的好像都还没过，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种东西确实有它的困难，然后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有关要做健康评估的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是难。健康嘛，因为健康看大家时间，大家可能来拖足长的。你也拖足长，你讲会使啊？你互恁大家人，互恁大家食10年了，靠讲拢无败害。会当开啊，但是你也无开命食10年，所以你很难有过往的经验值。所以你完全要用科学的值去弄，所以那个成本很高，代价也很高。所以只有美国也需要做审查，那其他通过的这些国家，他们没有做这种健康评估，没有，基本上是。所以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参考的。对他们基本上比较像是我们这边要核准制啦，要经过来然后做健康评估之后准你开始用大陆国家也像是核备制。我要来，我去比安尼来。那日本他们也没有，他没有，日本没有。所以日本上得很快。那既然我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做这些健康的评估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合法？就不合法？你不合法你就不能做啦。
要先合法我才可以做，你才能够做相关的实验。你我讲你违法，你得这边上去做啊，除非你申请相关的人体实验计划，这个就复杂一种的那有啊你得走。我基本上你就不能用啊，你没有合法你怎么用？那所以台湾要等到让它合格的时间大概会要多久啊？因为大概最快大概在今年底会有一波可能是需要比较一个关键的时刻啦。因为第一次来申请的，第一间来申请的，他们因为我们有合格，我记得好像是总时间没使超过几年啊2年。所以一个先可以审查的时间就被搞啊。反而我们是用这个来。不，按照现在国上嘛是为着迄个真侪药啊，拢有规定的审查的时间嘛。审查时间。不然讲你拖足久的，拢安尼拢对啊，都没有结果，你让我空等，有没有？对所以就有这时间。到年底好像第一批的那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那就必须要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决定。还可能今年底啊。迄可能一个关键的时间啦。所以今年底能不能这个合格，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对，我想那时候可能理由也必须要说的比较清楚一些了不过有时候也不一定了就是我们在审查政府机关在审查的时候以前就为了这个时间，为了爱伊等嘛，为了爱伊对，小所以我们讲大概退件，比如你来申请嘛我跟你觉得这样不行，我要求你，我退件给你，给你要求你来回答，所以你在回答的时间，我们是不算在这个期限之内了。所以你要是很久不回答，我也没办法。也不会，我时间得别过而且我在审查有一个时间，我比如讲政府单位相关的单位审查，我有规定一个时间，但是咧但是你的回答我无给你规定时间，所以我当时也拖足久是安尼嘛。可是对于急着要让他过的这些烟商来说，他们应该会很快就提供答案吧？对，那他们烟商有时候会抱怨，就是说提供答案很快，但我们这边又给他退了件，就来来回回，对，有一点这种刁难的感觉存在。然后，所以日本政府都不高兴。健康很难，因为他们采用的方式就不是就合备啊。我拿那做刚别人信，我就感觉世界大家拢想，人拢想心在的物件啥，我有信，感觉别人无信。感觉你对健康拢无重视，像安尼嘛，安尼人安尼委员来讲啊，日本人对健康无重视啊，对不对？无得信，看有得信的，都在找麻烦。左右为难的，左右为难，这种东西都是有审查就会这样子了。那可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台湾跟日本的这些关系啊？因为人家骂很凶你说哇，根本就是故意的。卡关能够卡在这海关，根本就是政府反而也收不到税等等的。对，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是这里如果有机会让日本政府听到我相信就是据我的了解，我们并没有刻意卡关，没有刻意因为贸易或任何的理由，除了健康评估里面还没有通过之外，任何理由去卡这件事情。但是大家也应该明白，有在做健康评估的人都了解，健康评估是最难做的，疾病评估还比较好做，药害评估有害的评估反而好做，这无害的评估反而难。那既然是对有害就有针对这生命无害，生命无害，生命无害，生命上对。但是因为不知道它会害在哪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出评估。对。也许像这个东西，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了真也许到这里，如果到年底还没有结果，我觉得可能要找一个，比如中研院也好啦，或第三个研究的单位，或者我们国卫院，把审查办法定得更明确化吧。免得大家讲好，大家怀疑讲你刁工的你刁工我讲无我不是刁工你这电脑下你也，我感觉你还没符合标准。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标准不够明确，那争议就可能变大。也许由第三个单位能够订立更明确的方式。
那也许那困扰会减到最低，可信度高的，譬如中研院、国卫院啊这种单位。然后，所以也有些这个立委在那边讲啦，就是说啊，你现在全部都卡在海关了啊，海关也很怨言，哇，我这边查了一大堆这些不能用的加热烟，然后呢，反而一方面政府税收不到，那这些税如果烟捐算在他们就是进来，然后烟捐课的话，就可以让什么健保啦，让什么就可以这个好癌症药啦，钱都很丰沛。没有那么多啦。哦，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加热烟，讲哦，安尼规个健保这点子都没问题啊啦，几啊百亿安尼哈。哎呀，我大概约略抓一下，大概烟捐加烟税大概可以差70亿左右吧，60、70亿左右。哦，60、70亿。那还是要在整个走私被就是说走私几乎都没有了，才有这60、70亿的那种东西啊。我怎么算简单？就是没有很多哎，没有很多啊，不像说几百亿它这啦。因为市场上，我们从大概4、5年前，我们的烟捐烟税达到最高，大概一年有300亿、290亿，那现在降到270。因为现在大家没有在抽啦，就是戒掉烟呐，像你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吸烟率并没有降那么多啦。哦，真的？吸烟率没有降那么多啊，所以换句话，那部分插出来的烟圈是本来抽纸烟的人跑去抽那个加热烟嘛。啊，所以换句话，那一部分在回归来的时候有扣到税，那可能那个税会再回复。那因为我们2个嘛，一个是烟捐，一个是烟税嘛。对。那烟捐的部分都会回到长照去了。那烟税的部分有50%。会到健保，如果要补健保的点子，大概只能补15、16亿了。50%嘛。对。好，看起来一半30几亿、30几亿啊，一半是给那个长照提起啊。好啊，剩下这3几3几有混着做这行的啊，其中健保补助健保的费用是50%了，而且剩下16、17亿。数字不多，但是总是滴滴涓流，能挹注就挹注了。我个人有钱进来总是好事。对了，让它地下化反而是最不好的。对啊。我想说政府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些，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在大体已经是允许的这样的事情，那在审查上面怎么样避免过于严当，但是对于健康评估让人民有信心的前提下，让它合法化，然后善于管理。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刚刚你也提到了那个我们在谈健保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提到了护理师，现在护理师的状况怎么样？就是还有人力不够的问题吗？当然还是有，当然有。然后，但是我们不够的问题，就是有改善的部分，就是夜间的津贴加给。现在我相信就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但是仍然是长期是处于缺乏的情况。我们的离职率就是说没有变得很高，但也没有变好。那空缺率稍微多了大概1%，比这个以前我们大概维持空缺率大概都4、5%嘛，那现在大概5、6%，是这样但是这对医院来讲就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我们除了这东西离职率跟空缺率维持一定，但是问题我们现在要提高3班护病比嘛。对，你说护病比如果没有提高，那目前讲跟以前一样，虽然大家就很累嘛。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又要把护病比提高，所以因为护病比提高，就会造成医院它没有办法满足到我们的护病比，所以它就会关床嘛。关床以后病人就要等待嘛，其实人事就拥塞嘛。然后你去把销的之类你也有所谓的一个。人家说翻桌率、翻船率嘛，所以那就要加快。对。护理人也没增加，他加快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那压力就变太大。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才有所谓的刚才说68亿，明年在公务预算里面有编了68亿，除了我们的夜班费、3班护病比，那还有一些说，比如让我们的护理人员有一个导师的一个制度。让新进的人员其实有人带，买回蒙蒙标标，爱几百，按照他的留职率让他能够变高，
那有一些的奖金，对。按来你来也新环境，你若没人给你带，如果没有人带你的话，你可能做一下就觉得挫折感很重啊，不知道怎么弄，就犯错或怎么样。如果有人带着你，你就比较快能够熟悉环境。那遇到不了解的地方，也能够有人询问，那你的进步也会比较快。那你会带来整个团队的一个人力上的一个帮忙，那你的融入就变快，那你就不容易去离职。就是。在钱的部分、预算的部分，提供更多一点的这个提供，然后在人力的资源上面也有那个资源系统，友善资源系友善，然后让离开的人降低，然后来留住这些护理师。对，留才人才能够增加来。但我还是觉得最后可能先把这一部分先做起来，还是慢慢。加薪还是要稍微那加薪要看医院，还是要看这个健保的钱？还政府也没办法，政府也没办法说你要给我加护理师的薪水，没办法。这里面大概就是如果是对护理师的薪水，以现在而言，因为他在健保并不是直接支付的对象，所以他是一笔钱付给医院。然后附院再去医院再去分配它，所以健保署本身很难，就是叫医院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这笔钱你就是只能给护理师，没办法。以前我们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是相信健保如果愿意多编钱，因为那边有既有的钱，叫本医要求本医去多分钱，恐怕医院会有一点困难啦。但如果多编一些钱给医院，然后要求直接专款专用。那可能就比较有那个可能性了。那多编一些钱给医院，其实还是需要健保这个大水库能够有更多的钱投入，包括了中央政府总预算，丢钱进去。那我们的健保可以支应多久不调涨？你问到健保财务的问题了健保财务问题，当然我们大家希望安全准备有1个月嘛但这也不是说所谓的全然是硬性的嘛我还记得以前那个朱泽民嘛大家朱泽民总经理的时候，朱泽民就说健保不会倒嘛因为我们政府付最终奖金嘛，对所以那钱不高得给银行借健保就不会倒了但这是一个方法。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当副署长的时候，那时候朱成民在做总经理的时候，我们做健保的时候，记不记得那种做健保做微调？做健保做微调的时候，借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后来我们也是慢慢也还了。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大概今年应该还有到明年了应该还有超过1个月的安全准备。明年还是非常的安全的，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可是感觉上要花的很多啊。对，但是对健保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长期的一个危机了。我想是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是全体都要去共同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健保保费的收入基本上是以薪资这基凑为嘛，所以薪资，而且薪资的成长率有一条，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健保的开销是总额嘛，是总额预算，总预算我们都长期维持，大概成长率维持在4%多到5%，有时候超过5%，像今年我们的高成长高推过超过5%，5.5%，但是呢，大概是5%，但是我们在低推估不是低推估，就是所谓的一个保费收入，因为是薪资的 base 嘛，对，所以薪资 base 大家看到薪资有没有调，大家就很清楚嘛。政府明年说要调4%，那民间会不会都调？纵使民间都调，我薪资也不过成长4%，对，它还是低于我的消耗的5%，所以永远这2条是一点亏靠撸来撸多啊，喇叭会越开越大，对所以就是说2个嘛一个就是说。大家也眼看着说，新药新科技在整个现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健保总额要让它前置的太厉害，恐怕有困难，对医疗品质或我们的服务品质也会有这影响。如果要让它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成长，那必然薪资的 base 恐怕要稍微考虑一下。
就我们常常在考虑有2个嘛，一个是费基，一个是费率。常常被人家提出来讲是费率嘛。6%为上限。那去年我当前年大奖好快啊！大前年的时候，我当部长的时候升到5.17嘛，所以费率要升的空间其实相对的低。我们在法定是6%而已。那剩下倒是不是说要升其他费基就要考虑公平性的问题？是不是整体的 base 都放在薪资？那你现在来讲，贫富差距变大。所以就有钱的多一点补充保费，对，应该朝这一方面去做更更进一步的去考虑了。当然本身也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社会保险嘛，我们并不是所谓的公医。如果是公医，那就有钱人就等比付一样多嘛，付更多嘛，对不对哈？那可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认为说医疗费用是有其极限的。每一个人最多就用那么多了。你说像我们这个什么黄仁勋啊，那么有钱，我们要扣他，补充保费扣他一个，3%好了。你也多交。3%就可能贵啊，轻烟，轻烟，用不了那么多嘛，所以社会保险的观念是说有其极限的所以补充保费那地方的高度，就是那一捆要多大捆？那可能要社会学者大家来好好讨一谈，怎么样维持健保财务稳定，然后也兼顾社会的公平性，让所昭示的量能付费的精神能够展现。但至少我们到明年都还是应该有一个安全准备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